三星在今年产品更新迭代的布局上，速度依旧相当快。在 S10 推出后不久，也紧接着宣布 A20以及 A30正式推出。作为三星手机10周年的全系列机种，在命名上也全面换新。A20跟 A30的到来，也正式宣布 J 系列告一段落了。而全新的 A20及 A30，则是以入门及中阶机款定位进入市场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Galaxy A20跟 A30在定位上是入门到中阶机款，取代的是 J 系列，所以在配色上相对也更大胆一些。在机身设计上，两者都采用拟玻璃背盖设计，不过在 A20系列上采用的是素色的镜面设计，在设计上显得中规中矩。如果跟邦尼一样比较喜欢多一些变化的观众， A30采用的炫光镜面，则是会在不同角度跟光线变化中有不规则的流光。随着改变机身角度，也可以看到炫光从机身边缘向内慢慢散开，在一片机海中的各种镜面效果上还是相当特别。而在手感上，两者都采用曲面收边，在厚度上的数据两者差不了多少，但在实际手感上 ，A20更为厚实 ，A30明显更为轻薄一些。邦尼认为主要的差异还是在两侧曲面的收边弧度上 ，A30更为平顺，造成两者在手感上的差异。而在边缘过渡上，两者都没什么问题。在机身配置上，两者基本一致。顶部有麦克风，按键集中在右侧，由上到下分别是音量按钮跟电源按钮。左侧部分有 SIM 卡卡槽，在扩充方案上相当诚意，给了独立3卡槽，可以同时装入2张 SIM 卡，达成双卡双4G， 再插上最高512GB 的 Micro SD。底部两者都配置单喇叭，并且用上 Type-C 接孔，保留 3.5mm 耳机接孔。整体来说 ，A20设计中规中矩 ，A30的炫光变化则是更为吸睛一些。两者在基础扩充跟接孔上还是给的相当大方。影音娱乐上，两者差异就比较大了。A20搭载的是 V 极限全萤幕，而 A30则是搭载 U 极限全萤幕。那两者究竟差在哪里呢？帮你一次说清楚。在三星新一代的萤幕中，官方都以 Infinity Display 作为识别，再根据不同的萤幕类型进行命名。像 S10 系列这种开孔方案就称为 Infinity O Display， 而 A20的水滴更接近英文字母的 V， 所以叫做 Infinity V。A30弧度更大，则是叫 Infinity U， 因此在全系列的中文上，官方就以极限全萤幕来称呼。所以 V 跟 U 最大的差别就是萤幕上开孔的形状差异。简单科普后，回到影音娱乐。Galaxy A20搭载6.4寸 V 极限全萤幕，规格上采用 19.5:9 HD Plus Super AMOLED。A30则是搭载6.4寸 U 极限全萤幕，采用 19.5:9 Full HD Plus。萤幕技术上一样是 Super AMOLED。放回实际体验来说，两者在发色上表现差异不大 ，A20则是在部分颜色上更为显眼一些，但大部分状况两者基本一致，很难透过肉眼看出明显差异。不过在6.4寸的大萤幕下，720p 跟 Full HD 的差别还是有感，在画面细节跟锐度上，透过肉眼就能感受到差异。例如接下来这个建筑物上的文字，在 A30上明显更为清晰。而在音效体验上，两者都保留 3.5mm 耳机接孔，并且支援 Dolby Atmos。外放上则是单喇叭配置。整体来说，以入门到中阶的定位 ，A20跟 A30在显示上可以说是同价位少数搭载 Super AMOLED 的机种，在同级机种的显示效果上是前段班，没什么明显的短板。毕竟作为三星自家系列，在显示效果上还是相当不错。在相机上 ，A20、A30两者都搭载双镜头，并且也正式宣告副镜头只有景深运算的时代正式结束。A20、A30采用主镜头加123度超广角镜头的配置，再把旗舰级功能下放，这点真的该给三星一个掌声。规格上 ，A20搭载 f1.9 1300万画素主镜头加 f2.2 500万画素123度超广角镜头，不支援 AI 场景辨识。
而 A30 则是搭载 f1.7 1600万画素主镜头，加 f2.2 500万画素123度超广角镜头，并且支援19种 AI 场景辨识。再来就不多说，直接看样张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组日牌样张。基本规格上 ，A20 及 A30 本身还是存在差距，但其实可以透过手动调整得到解放。那该怎么做呢？跟着邦尼团队继续看下去吧。回到样张，可以很明显看到 A30 在 HDR 效果以及色彩还原上都有更突出的表现。两者相比之下 ，A30 得益于 HDR 的发挥，在明暗细节保留更好外，色彩上也更饱和一些，相对更吸睛。接下来这组样张一样可以看到 ，A30 在建筑物细节表现更锐利，在前景建筑跟后景天空 HDR 效果上也算相当不错。不过邦尼也发现 ，A20 或许碍于算法以及定位，在大部分场景上 HDR 开启频率并不高。我们先来看一组 A30 跟 A20 在自动模式下的对比样张。可以发现 A30 在 HDR 效果跟建筑物细节都有更好的表现。接着我们将 A20 手动打开 HDR， 没错，大家应该有发现，在前后景的曝光控制上 ，A20 有非常大的跃进，在还原上也有更好的表现。不过因为基准评测，还是必须公平竞争。帮你接下来的样张还是会用预设模式测试，但推荐大家在使用时可以依据场景打开 HDR 完整解放相机的性能。接下来几组样张基本上可以得到一致的结果。而这次在相机上 ，A30 也支援智慧场景辨识。首先是两组针对花的样张，可以看到，其实在开启前，得益于 f1.7 的主镜头，在主体跟背景的模糊上，已经让整张相片加分不少。而在开启场景辨识后，智慧辨识则是针对色彩饱和跟亮度进行调整，也让主体有更强化的表现。再来提供另外一组实物样张，可以看到，在调整过后的整体色彩更为饱和，色温也调整成更适合实物的暖色风格，表面的油光点缀也让人更食指大动啦。而邦尼最喜欢的还是超广角镜头，相信大家在 S10 那集影片中已经看到许多超广角的威力。邦尼认为，相比起单纯只有景深运算的副镜头，这次三星直接在 A20 及 A30 同步下放123度超广角，只能说是意外加佛心了。透过接下来的样张，其实可以看到，超广角能够赋予更多画面张力，并且在画面构图上拥有更多可能。先来让大家看看广角的威力，这是一般模式下主镜头的取景范围。接下来切换成超广角镜头，可以看到微信站在同一个位置、同一个角度拍摄出的123度超广角，在画面的空间感上确实相当震撼。邦尼也提供 A30 跟 A20 的超广角镜头比较，可以看到在广角模式下，两者差异就比较小。放大来看建筑物细节 ，A30 在解析力上还是稍微更好一些，差异存在但并不明显。而在直视照片构图上，广角也赋予了更多可能。例如接下来这组样张，原本只能拍到楼梯跟被裁切的建筑物，开启广角后，除了可以拍到整栋大楼，有没有发现广角同时也能让立体感延伸，楼梯变得更长，建筑物变更宏伟了耶！这就是广角在构图上的魅力啦。而在夜拍上，邦尼则是发现 A20 在低光源环境下容易有色彩平衡偏移的问题。首先是在接近黄昏的场景中，天空已经暗下 ，A20 在类似的场景中容易偏暖偏红；而在拥有多色温的复杂光源中 ，A20 也容易有白平衡判断失误的状况。不过这组照片则是因为平衡跑调，反而变得另有风味。这个问题在一般镜头跟广角镜头都会出现，而 A30 则是在判断上相对更为稳定。邦尼暂时没有遇到明显的问题，不过以入门几款来说，邦尼团队的极端测试确实稍微有些严苛。所以我们回到夜拍样张，在夜拍上 A30 的表现依旧相当不错，在整体曝光算是比较充足。两者相比 ，A30 在色彩还原跟高光抑制上，以同级机种来说表现达标。而在夜晚一样可以玩广角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 A30 跟 A20 在一般模式下的样张，接着我们来看广角样张，我们再看一组，一样先来看一般镜头，接着再看超广角。邦尼只能说，超广角除了能够赋予画面的空间更为延伸外，也让构图以及说故事的方式有了更多可能。例如，这是一般镜头拍建筑物的弧中倒影，这是广角模式下的弧中倒影。甚至可以稍微旋转换个构图，重心跟平衡也会完全不同。
这是一般模式拍车子，这是超广角模式拍车子。广角模式下，主体会更加立体，更有大车的霸气。广角模式在实际拍摄上其实相当实用。好消息是，三星接下来全系列机种都将搭载，大家一起享受超广角的乐趣吧。以下邦尼也提供更多样张给大家参考喽。而在自拍上 ，A20 搭载 f2.0 800万画素自拍镜头。A30 则是拥有 f2.0 1600万画素前镜头，两者都内建美颜模式，并且支援 AR 贴图。以下邦尼也提供几组自拍样张供大家参考。而 A30 则是多了可以建立虚拟人偶的功能，只要打开相机，进入 AR 贴图模式，并且点选建立虚拟人偶，接着只要拍一张照，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建立属于你专属的人偶哦。完成后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变换肌肤、发型、五官、眼睛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自由选择衣服配件等等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创造属于自己的虚拟人偶。建立完成后，你可以透过任何支援的通讯软体，直接在键盘内的贴图中选择你专属的人偶，传给你的朋友，在使用上相当有趣哦。系统效能上，两只都搭载三星自家 SoC Galaxy A20 搭载自家8核 Exynos 7884，并且配置3GB 的 RAM 以及32GB 的 ROM。在安兔兔跑分上达到95111分，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。而 Galaxy A30 的 SoC 则是搭载 Exynos 7904，配置 LPDDR 4X 4GB 的 RAM 加64GB 的 ROM。安兔兔跑分中达到107341分，简易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。更完整的测试结果一样可以在 isbonny.com 上浏览到完整测试数据。简单来说，不论是 A20 或是 A30， 基本上就是入门到中阶水准。顺玩传说对决也还算顺畅。崩坏3这类大型游戏或是重度手游玩家，则是建议往更高的机型选择。续航力表现上，两者都搭载4000毫安时的大电量。在 PC Mark 电力测试中 ，A20 达到15小时56分，表现相当不错。以日常使用来说，1天1充绰绰有余，2天1充也还有机会。A30 则是拥有好一些的性能，相对在续航上有所牺牲，但还是达到相当不错的13小时40分。简单来说，如果是日常使用，不用担心这两只的电力问题，1天1充绝对足够。即使是重度玩家，两者都支援自家闪电快充，紧急回血能力也还算不错。通讯上 ，A20 仅支援 2.4G 的 WiFi 频段，稍微可惜。好消息是，两者都支援 VoLTE for Wi-Fi， 并且拥有 NFC， 在功能上还是相对完整。而在生物辨识上，两者都拥有实体指纹辨识。A20 设定时，只要轻轻下滑几次，过程相当快。A30 则是采用按压的方式，要多摸几次，在辨识的成功率跟速度上其实都相当不错。2019的今天，各家在指纹辨识上都已经相当成熟，没什么问题。两者也都支援脸部辨识，在解锁速度上相当快。不过还是必须提醒大家，2D 的脸部辨识还是相对容易被破解，可以斟酌要不要启用。而在系统上，两者都用上最新的 Android 9派，并且采用全新的 One UI 设计，也都支援全萤幕手势。开启后，下方的3颗导览键就会变成3条线进行指示。如果连3条线都不要的使用者，可以在设定中将手势提示关掉，就可以达到真正的全萤幕喽。而三星好用的换手机转换软体 Smart Switch， 优化软体装置维护，双开通讯软体 Dual Messenger， 或是安全资料夹，在 A20 上也都有支援。A20、A30 以入门到中阶定位切入市场，在外观设计上依旧拥有 Samsung 自家 ID， 扩充选项上也是给好给满，诚意十足。影音娱乐部分，两者都搭载遮盖范围更小的 6.4 寸 Super AMOLED、Infinity V 以及 Infinity U 显示器，在显示效果上绝对是同级前段班。而两者也都保留了 3.5mm 耳机接孔，并支援 Dolby Atmos。而在效能上，两者足够日常使用，4000毫安时更让续航力表现非常不错。轻度使用者甚至可以2天1充。重点是两者都支援指纹跟脸部辨识，在选择上也更多元。喜欢拍照的，首选有场景智慧
会辨识的 A30。如果预算较低，A20也可以透过手动开启 HDR 解放相机性能。整体来说，作为中阶入门机款的 A20、A30还是相当够用。有兴趣的观众 ，Galaxy A30也将在远传独家贩售。好啦，本期节目结束了，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Galaxy A20、A30进行投票，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，你还想知道 Galaxy 全新 A 系列哪项功能，或想看的产品测试。对了，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，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、Instagram， 以及加入 Line@ 跟我们讨论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OK， 我们现在微信呢录影录到一半，然后去玩他的 Pokemon Go。如果拍摄又遇上社群日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边拍边玩咯，没关系，因为它是色尾的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。好啦，其实我没有抓到多少，最后20分钟才开始玩。大家拜拜，拜拜。